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上期节目咱们讲的七大寡头是如何形成的，那么这期节目咱们接着来讲这七大寡头是如何介入俄罗斯政治的，又是如何被普京大帝终结的。在叶利钦的私有化改革下，七大寡头正式登场，他们分别是联合银行总裁别列佐夫斯基、大乔银行总裁古辛斯基、国际商业银行总裁维诺格拉多夫、首都储蓄银行总裁斯摩棱斯基、阿尔法银行总裁弗里德曼、梅纳捷普银行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以及俄罗斯信贷商业银行总裁马尔金。在当时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政策下，拥有股权最多的人就能成为那些俄罗斯国企的实际控制人。于是这七大寡头开始争先抢后的从民众手中大量收购私有化订单。七大寡头之一的霍多尔科夫斯基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拿到了俄罗斯高达40多家国企的实际控制权，个人资产总量迅速增至21亿美元。其余的6个寡头呢，争到的企业股份虽然不如霍多尔科夫斯基多，但是这7人手中的股份总和最高时竟然达到了俄罗斯总体国有资产的50%以上，是当时国家资源和国有企业真正的掌权人。时间来到了1995年底，由于叶利钦政府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引起了群众的愤怒和不满，再加上第一次车臣战争的失利，在96年大选前夕，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罗斯共产党获得了极高的支持率，叶利钦的支持率却只有可怜的3%，地位岌岌可危。眼看着总统之位将要不保，叶利钦慌了。1996年3月，为了能够继续连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找到了七大寡头，在克里姆林宫秘密地签订了一份互利协议。这项协议打着为解决政府财政危机的名义，强行通过了代转股的计划。得力于这项计划的通过，仅仅是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一人，就以区5亿美金的价格获得了在当时实际价格高达70多亿美金的尤克斯石油公司的全部股份。其余的6位寡头呢，也是这样，在叶利钦政府的帮助下，以难以置信的低价大量的买入了实际价值高昂的国有企业股份。而在赚得盆满钵满之后，作为交换，这七大寡头果真开始履行协议当中的承诺，帮助叶利钦增加民众支持率。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金钱和所掌握的各式媒体企业，开始了地毯式的宣传。1996年中期，叶利钦的支持率竟然真的从一开始的3%迅速增长，甚至一路高歌猛进，反超了当时最有希望竞选上新任总统职位的久加诺夫。最终在这七大寡头的强力帮助下，叶利钦成功连任了俄罗斯总统职位。在庆祝连任的典礼上，7位寡头就坐在最前排的位置，满面春风，得意洋洋。七大寡头的威名也在此终于被全世界所领教。正是通过这一次成功的操作，让这些寡头们对进军政治领域充满了期待。叶利钦连任后，任命年仅35岁的新寡头波塔宁为俄罗斯的总理，又让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出任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主管经济调控工作。当时位列七大寡头之首的别列佐夫斯基曾在媒体面前大言不惭地说，我人生中最大的收益就是来自于对政治领域的投资，是它成就了我的巅峰。然而与这些风光惬意的寡头们截然不同的是，那些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俄罗斯广大人民。自1992年以来，由于激进的经济政策调整，俄罗斯市场价格体系彻底崩溃，俄罗斯经济至少倒退了10年，人们手中原有的积蓄在通货膨胀面前完全不值一提，根本支付不起日常的生活开销。看着自己日渐消瘦的面容和报纸上红光满面的寡头们，俄罗斯民众们也开始渐渐明白了，他们原本拥有的一切美好，最后却崩溃瓦解，这罪魁祸首就是这七大寡头的剥削。于是俄罗斯民间迅速形成了一大股反对寡头的力量，
抗议的口号响彻了俄罗斯的大街小巷。时间来到了1999年，俄罗斯马上又要迎来新的总统大选了。然而当时俄罗斯民众对寡头们的怒火简直是要冲上天了，而且叶利钦也年老体衰，饱受病痛折磨，因此叶利钦急需一个自己能信得过的并且有杰出能力的人顶上来，在平息民众怒火的同时，也能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很快，叶利钦就找到了他心目中的博尔之兄。当时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办公时，会常常碰到一个年轻小伙，拥有前苏联克格勃的出身背景，可信度高，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叶利钦也不例外。而随后，叶利钦在深入调查时发现，这个小伙子可是真的不简单。他所带领的军队在第2次车臣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因此在民间收获了众多俄罗斯人民的拥护，堪称民族英雄。那么这个小伙子不是别人，正是搅动了俄罗斯政坛20年的风云人物普京。当时叶利钦心中十分清楚，普京所拥有的人气和能力一定能够力压群雄，只要自己稍稍的推一把，那么他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的俄罗斯总统。于是叶利钦很快地找到了普京，并和他达成了协议。协议中，叶利钦将在2000年俄罗斯大选中力推普京，而普京则需要在将来处理寡头问题时，不去清算叶利钦及其家人的责任。在协议达成后不久，普京便顺利地以高票当选了俄罗斯新一任的总统。就任后，年轻的普京便将扳倒寡头一事看作是自己新政府的第一要务。普京坚信，如果不将这些寡头扳倒，那么俄罗斯人民的生活将无法得到任何根本上的改变，自己也会在之后的政治生涯中不断地受到寡头们的制约。然而当时这些寡头们在俄罗斯的势力和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作为一个新上任的年轻总统，普京又要如何才能扳倒他们呢？此时拥有克格勃出身的普京心里是十分的清楚，俄罗斯总统手中的权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俄罗斯的政策规定，总统将掌握俄罗斯全部的军事力量，而寡头们的势力是无论如何都渗透不到俄罗斯军方的。所以作为总统，普京只要掌握住军队的力量，扳倒寡头并非难事。再加上当时俄罗斯民间对于寡头深恶痛绝，而普京又恰恰是打败车臣的民族英雄，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声望。于是普京便开始计划，先是指挥他在任职克格勃期间的亲信摸清了这7大寡头的真实力量和势力范围，接着利用俄罗斯军方的力量来支援自己的行动，而最后借自己在民间的声望来影响新闻报道和舆论。在计划完成后，这场总统对抗俄罗斯寡头们的战争就正式的打响。开战后的第一天，普京就发布了一条新政策，规定政府人员与寡头势力必须划清界限。寡头虽然可以继续合法的进行商业活动，但是不得担任任何的政府公职，如有干政行为也必会严惩。然而在叶利钦时期呢，7大寡头最大的摇钱树正是来自于对于政治领域的投资。普京这一新政策无疑是断了他们最大的财路。于是这些寡头们十分猖狂，非但不履行普京的新规，反而是叫嚣着要让普京迅速下台，并且计划了一系列的抵抗行为。然而此时普京的下一步计划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着。2000年6月份，俄罗斯传媒大亨7大寡头之一的古辛斯基被俄罗斯检察机关以侵占国有资产罪逮捕。同月，弗里德曼旗下的阿尔法集团中最赚钱的子公司清明石油公司被查处。7月份，伏特加汽车公司逃税案被正式调查，公司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正是7大寡头之首的别列佐夫斯基。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别列佐夫斯基偷偷地潜逃到了英国，并寻求了政治庇护，最终在2013年死在了自家的公寓里。而2000年10月底，同属于7大寡头之一的梅纳杰普银行总裁、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当地警察以严重窃取国家资产等多项罪名
逮捕入狱。眼看着寡头群体濒临瓦解，剩下的几个小寡头也纷纷地向普京示好，表示今后将专心做生意，不再参与政治了。至此，这场扳倒寡头的战斗以普京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时至今日呢，如今的俄罗斯境内仍然还有一些寡头的存在，这些寡头做事都非常的低调，顺从政府的政策，合法的进行商业活动。而事实也证明，这些寡头的存在还是给俄罗斯的经济振兴带来了不少积极的影响的。目前，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有80多位都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寡头群体，这些人也为俄罗斯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贡献了巨额的税收。然而，在俄罗斯的寡头群体中，一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只有一种方法能够让财富永不枯竭，那就是捆绑政治。一旦普京的任期结束，谁又能知道这些寡头们会不会卷土重来呢？到了那个时候，俄罗斯的人民又将何去何从呢？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以及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